你知道吗？在宇宙的法则里，有一个非常美的设定，那就是你只能感知到与你自己同频的事物。所以，如果此刻在亿万的资讯流之中，你的指尖滑到了这里，看到了这支影片，请不要把它当作一个偶然，请把它当作一个信号，一个来自你的更高意识，来自宇宙的温柔提醒。它在告诉你，你的现实即将发生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转变，而这个转变的钥匙就藏在接下来的分享里。我是艾菲，一位疗愈师，也是你在灵性道路上的同伴。在经历了属于我自己的卡住与跃迁之后，我才真正明白，生命中最深刻的转变，往往始于一个看似微小却无比勇敢的选择。所以今天我想邀请你和我一起深入探索这个关于时间线跃迁的秘密。宇宙和那些充满意义的同步性事件，其实一直都在等待你纵身一跃，踏入那片充满无限可能的未知。你准备好了吗？在我们开始之前，我想请你先想象一下，想象那个你在静默深夜里在心中描绘过无数次的理想生活，那份渴望已久的丰盛，那些等待被你开启的新机会，甚至那个与你灵魂契合的理想伴侣。现在我告诉你一个真相，这一切其实一直都在，它们就像不同频率的广播电台，始终在宇宙中播放着。但我们之所以感受不到、体验不到，并不是因为它们不存在，而是因为我们被某种东西阻挡了。那到底是什么困住了你呢？答案既简单又深刻，那就是你当前正处于自动驾驶模式下的思维、感觉和行为，是你已经太习惯于这个版本的自己了，甚至从未意识到，正是这个熟悉的身份为你的现实画下了一道无形的边界。你的能量，你的振动频率，决定了你能体验到的现实维度。而我们往往在不经意间将某一个旧有的能量状态常态化了，习惯了，甚至爱上了那份安逸与熟悉。最终我们选择了安于现状，也选择了被困在原地。让我跟你分享一个关于我自己的故事，一个关于舒适区陷阱的故事。几年前，我住在德州的奥斯汀。从外表上看，那是一种无懈可击的完美生活。我为自己打造了一个极度优化、极度舒适的环境。我的公寓里有完美的遮光窗帘，确保我每天都能在全然的黑暗中享受最高质量的睡眠。我设定了精准到分钟的晨间仪式和夜间仪式，喝什么样的水，做什么样的冥想，都有固定的流程。我甚至还有红光治疗仪，每天都会花时间进行光疗，让自己的身体保持在最佳状态。我的饮食，我的作息，我社交的圈子，一切都被安排得井然有序。每一天都像一部被精准校对过的剧本，完美流畅，没有一丝波澜。朋友们都羡慕我，说我活得太自律、太健康了。我也曾一度以为这就是最好的生活，但在那些安静的时刻，在冥想的间隙，一个声音总会悄然浮现。他轻声问我：“艾菲，你真的快乐吗？”我的身体很舒适，但我的灵魂却感到一种莫名的窒息。我看着窗外一成不变的风景，我意识到这里没有成长，没有延伸，没有那种能让你心跳加速的未知感。我渴望一片更广阔的天空，渴望被挑战，渴望去探索自己还未被发现的面向。我内心深处那个智慧的声音清晰地告诉我，你现在的能量状态已经无法支持你去到下一个版本的自己了。就在那一刻，我明白了，
要改变我的人生，我必须先勇敢地亲手敲碎这个由我自己打造的完美的金色牢笼。我必须先改变我的能量。但你知道吗？有时候困住我们的不仅仅是看不见的思维模式，更有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一些我们误以为代表着丰盛，实际上却是匮乏的伪装。这就引出了另一个更深层的束缚，我们对物质的执着。很多人认为拥有美好的事物，拥有一个堆满了东西的家，就代表着丰盛。但有时候这恰恰是匮乏感的反向证明，因为当你真正感到内在丰盈时，你是不需要向外抓取任何东西来证明自己的。让我再跟你分享一个让我彻底惊醒的故事，一个关于我的仓库的故事。在我从拉斯维加斯搬家的时候，我有很多舍不得丢掉的东西，一些旧家具，一些纪念品，一些我觉得以后可能还会用到的杂物。于是我做了一个看似很合理的决定，租一个仓库，把它们都存起来。就这样，我开始为这个仓库支付每个月的仓储费。第1个月我觉得很正常，第3个月我觉得还可以。1年过去了，我甚至都快忘了那个仓库里到底有什么。2年过去了，那笔每个月自动扣款的仓储费就像一根细细的看不见的绳索，悄悄地拴住了我。直到有一天，我看到那张账单，一个念头突然像闪电一样击中我。天哪，我到底在做什么？我付了整整2年的钱去守护一堆我早已遗忘的过去。那些东西没有一件是我在当下生活中真正需要的，它们静静地躺在那个阴暗的仓库里，却在能量层面变成了我沉重的锚。它们让我无法轻盈地去旅行，让我无法彻底地拥抱未知的新生活，因为我总觉得我在某个地方还有一些东西需要照看。那一刻，我才恍然大悟，我拥有的那些东西正在反过来拥有我。它们看似给了我安全感，实际上却在剥夺我真正的自由。于是我立刻做了决定，联系了仓储公司，把里面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处理掉了。当我签下那份文件，走出仓储办公室的时候，我感觉到一股前所未有的轻盈感，仿佛卸下了千斤的重担，我自由了。所以亲爱的，我也想邀请你反思一下，在你的生活中是否也有这样一个有形或无形的仓库？你是否也感到被自己所拥有的物质生活拖累？那份看似安全的舒适感，是否正在让你付出自由的代价？那么，从舒适区的陷阱到物质的拖累，我们到底该如何实现真正的跃迁呢？答案终于来到了，这也是今天分享的核心。我希望你能用心记住这句话：要创造巨大的根本性的转变，你并不需要100个复杂的步骤，你只需要一个全新的选择和一个足以撼动你旧有身份的勇敢的行动。一个行动就足以改变一切。让我给你2个最有力的证明，都来自我的亲身经历。第一个是关于我的事业。时间拉回到2017年，当时的我还在百货公司做着一份早九晚五的销售工作。那份工作很稳定，但我感觉自己的生命力正在被一点点消耗。我内心有个声音告诉我，我要分享，我要创作。那一刻，我才恍然大悟，我拥有的那些东西正在反过来拥有我。他们看似给了我安全感，实际上却在剥夺我真正的自由。于是我立刻做了决定，联系了仓储公司，把里面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处理掉了。当我签下那份文件，走出仓储办公室的时候，我感觉到一股前所未有的轻盈感，仿佛卸下了千斤的重担，我自由了。所以亲爱的，我也想央请你反思一下，在你的生活中是否也有这样一个有形或无形的仓库？
你是否也感到被自己所拥有的物质生活拖累？那份看似安全的舒适感，是否正在让你付出自由的代价？那么，从舒适区的陷阱到物质的拖累，我们到底该如何实现真正的跃迁呢？答案终于来到了，这也是今天分享的核心。我希望你能用心记住这句话。要创造巨大的根本性的转变，你并不需要100个复杂的步骤，你只需要一个全新的选择和一个足以撼动你旧有身份的勇敢的行动。一个行动就足以改变一切。让我给你2个最有力的证明，都来自我的亲身经历。第一个是关于我的事业。时间拉回到2017年，当时的我还在百货公司做着一份朝九晚五的销售工作。那份工作很稳定，但我感觉自己的生命力正在被一点点消耗。我内心有个声音告诉我，我要分享，我要创作。于是我做了一个在当时看来非常疯狂的决定。从那天起，我每天都要在 YouTube 上发布一支影片，不是每周，是每天。这个决定性的行动彻底改变了我的身份认同。我不再仅仅是一个销售员，我开始在内心称自己为一个创作者。我强迫自己每天去思考、去学习、去表达。我的整个能量场因为这一个小小的日常行动开始发生剧烈的转变。结果呢，6个月后，仅仅6个月后，我就辞掉了那份百货公司的工作，成为了一名全职的内容创作者。我的人生轨迹因为那一个勇敢的决定，从此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第2个案例就是现在，对我而言，当下这个勇敢的行动就是搬到家中。我离开了那个位于奥斯汀的完美牢笼，来到了一个全新的、充满未知能量的地方。我开始每天去海边去学习冲浪。当我第一次抱着冲浪板被冰冷的海水包裹，被巨大的海浪一次次拍倒在沙滩上时，我感觉到的不是挫败，而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活着的感觉。那闲适的海风吹散了我旧有的停滞的能量，那不可预测的浪潮教会我沉浮与流动。我的周围开始自然而然地环绕着一群全新的朋友，他们是艺术家，是企业家，是同样热爱生命的人。新的灵感、新的创造力、新的机会像潮水一样向我涌来。我没有去刻意寻找他们，我只是改变了我的存在状态，改变了我的能量频率。于是那些与我新频率相匹配的人事物就自然而然地被我吸引而来了。这就是时间线跃迁的秘密，它不是一个复杂的魔法，它只是一个关于选择与行动的物理定律。说到这里，我特别想听听你的故事。在你的人生中，有没有过类似的经历？一次勇敢的决定，一个看似不起眼的行动，却像一颗石子在你生命的湖心激起了巨大的涟漪，彻底改变了你人生的轨迹。请一定要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故事，让我们彼此见证转变的无限可能，让这份力量在这里共振流动。但有时候，宇宙给我们的信号并不像日更影片或搬家那样来自我们主动的选择。有时候，宇宙的指引会以一种更狂野、更混乱、更戏剧性的姿态，硬生生地把你推向你命定的轨道。接下来我要分享的这个故事，可能听起来有点疯狂，甚至有点黑色幽默，但它完美地诠释了有时候巨大的混乱恰恰是宇宙在用一种不容忽视的方式对你说，嘿，你走错路了。那是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我曾经和一个女孩交往。我的直觉从一开始就在尖叫，告诉我这段关系不对劲。那是一种能量上的不匹配，
一种深层次的消耗感。但我当时太年轻，忽视了内心的声音，我选择了用头脑去说服自己。然后宇宙开始介入了。就在我们刚开始约会不久，有一次我一边开车一边分心在手机上回复他的讯息，就在那一秒，砰的一声巨响，我出了车祸，车子毁了，幸好人没事。这是一个多么明显的巨大的红色警告牌，他在说停止，这段关系会给你带来混乱。但我还是没有听，我把这当成一个倒霉的意外，强行让这段关系继续下去。混乱于是开始升级。后来他养了2只非常凶猛的比特犬，有一次他的房东要来检查公寓，不允许有狗，他拜托我在房东检查的几个小时里帮他把狗带出去。我虽然百般不愿，但还是答应了。你能想象那个画面吗？我一个人在公园里试图控制2只我根本无法驾驭的像野兽一样的比特犬。果不其然，其中一只狗挣脱了牵绳，疯狂地冲向并攻击了另一只无辜的小狗，场面瞬间失控，尖叫声、犬吠声混成一团。我为了救那只小狗，下意识地冲过去。就在那片混乱中，我感觉到我的手被一股巨大的力量咬住，剧痛传来。接下来的几天，我的人生彻底陷入了一场闹剧。我去医院打破伤风，被告知可能要面对法律诉讼，而那个女孩对这一切的态度却异常冷漠。那只咬人的狗也因为这次的攻击事件被判定需要执行安乐死。那是我人生中最低谷、最混乱的时刻之一。我感到无助、愤怒、被背叛。也正是这场巨大的、无法收拾的混乱，给了我无可辩驳的理由，让我终于下定决心，结束了那段从一开始就不对劲的关系。然而，故事还有一个奇迹般的结局。就在我搬走与他彻底断绝联系的2天后，我接到了我母亲的电话。她告诉我，她透过一些难以置信的巧合联系到了动物收容所，并且成功的在执行安乐死的几个小时前，把那只咬伤我的比特犬救了出来。那只狗后来在我们家度过了平静而幸福的余生。直到那一刻，所有的碎片才终于拼凑在了一起。我回头看，才终于明白，那场车祸，那场公园里的混乱，那只失控的狗，甚至我手上的伤疤，所有的一切都不是惩罚，也不是意外。它们是宇宙为了让我从那段不断消耗我，让我偏离自己生命蓝图的关系中解脱出来所做的一次又一次的必要的安排。那场巨大的混乱，最终成了把我推回正轨的最强大的催化剂。所以，亲爱的，如果你现在的生活也正处于某种混乱之中，请不要只是感到恐惧和抗拒。或许你可以深呼吸，问问自己，这场混乱是在试图告诉我什么？它在邀请我做出什么样的改变？好了，亲爱的，我们今天的旅程也即将来到尾声。从舒适区的能量陷阱到物质的沉重负担，从主动选择的勇敢行动到被动接受的混乱指引，我们深入探讨了时间线跃迁背后的运作法则。现在，我想把所有的力量都交回到你的手中。请记住，你不必拥有全局的视角，你不需要知道未来5年、10年的所有细节。你当下的工作只有一件，那就是静下来，聆听你内心的声音，然后鼓起你所有的勇气，为那个声音踏出未知的一步。
你要去相信，当你的能量状态对了，当你的存在与你真正渴望的未来同频时，那些你汲汲营营追求的爱、丰盛与机会，它们会作为这个全新状态的副产品，自然而然地来到你的生命里。你的任务不是去追逐蝴蝶，而是去照顾好你的花园，让自己成为一座繁花盛开的花园，然后蝴蝶自来。而这个改变并不需要等到你搬家辞职才能开始，它可以就从今天，从此刻开始。这是一份给你的行动清单，一些你可以立刻开始的小小的勇敢行动。第一，去重新布置一下你的房间，挪动一下家具的位置，让能量流动起来。一个新的物理空间会创造一个心灵空间。第二，进行一次彻底的断舍离，打开你的衣柜，看看那些你1年以上没有穿过的衣服，打开你的抽屉，看看那些早已过期的纪念品，勇敢地和他们告别，丢掉那些在能量上不再服务于你的物品。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去诚实地检视一下你的人际关系，结束一段你明知对你有害的友谊，或者勇敢地向某个人表达你真实的感受，清理能量的锚，从清理消耗你的关系开始。选择其中任何一件小事去完成它，你会感觉到改变真的在发生。如果今天的分享在你心里留下了一点涟漪，请为这支影片点一个赞，让我知道这份能量已经传递给你。最重要的是，请务必订阅我的频道并开启通知，因为每一次的相遇都是一次共同进化的邀请。我不想你错过任何一次能让你灵魂发光的机会。让我们在探索意识的道路上不再走散。